韩片的剧情简直夯爆了。采花大盗入室抢劫姐妹花，却被姐妹花反囚禁。在姐妹花的轮番折磨下，采花大盗依靠浓缩枸杞才能勉强支撑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最新唯美韩剧《干脆杀了他》。故事开始，姐姐大美和妹妹小美厌倦了城市的喧嚣，打算回乡下生活。乡下大龄单身青年协会会长大根得到消息后，立刻向村长凤三汇报。由于村中的单身女性都去城里发展，村里的大龄单身男青年越来越多。大美和小美一回来就成了香饽饽。就在两人讨论怎么留下这对姐妹花时，他们的车也进村了。村长只是一眼就被小美迷得神魂颠倒，再也顾不上什么单身大龄青年，就追了上去。经过一路跟踪，两人终于确定了这对姐妹花的住所，并且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村长见妹妹要出门，赶紧跟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采花大盗也出现在这附近，他不动声色观察附近的情况，为采花做着准备。村长一路跟着，发现小美来到了村子里的蔬菜大棚，只见她挑选了一根大小适中的蔬菜。接下来村长就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，村长貌似发现了新大陆，晚上居然带着听诊器偷偷来到小美卧室外。只见他偷偷把听诊器贴到窗户上，然后偷听小美健身的声音。转眼间来到第二天早上，小美早已经听着音乐沉沉睡去，而村长却在外面偷听了一夜。村长醒来以后才想到大事不妙，夜不归宿，该怎么跟母老虎交代。果然回家以后，妻子就跟他大吵一架。村长只好说自己昨晚在大根家中过夜，才糊弄过去。转眼间来到晚上，采花大盗感觉时机成熟，又偷偷潜入姐妹花家中。等第二天姐妹花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被采花大盗五花大绑。采花大盗没收他们的手机，表示自己在这住几天就会走。为了防止村里人怀疑，两人一个在家里作为人质，另一个跟往常一样出现在村民视线中。小美见对方长相帅气，就想留下来做人质，可采花大盗却偏偏喜欢大美。就这样，小美照常来到了蔬菜大棚摘菜，而大美却在家里跟采花大盗快乐的相处。而在外面偷看的村长和大根也发现了不对劲，姐妹花白天居然拉着窗帘，他们什么也看不到。晚上劳作一天的妹妹带着新鲜丝瓜回家，看着姐姐安然无恙，才放下心来。晚饭过后，采花大盗为了自己的安全，就把大美绑到了床上，然后自己亲自看管小美。次日，警察巡逻到了村子中，并且给村长夫人留下一张通缉令，被通缉的正是采花大盗。随后村长夫人就把通缉令贴了起来，并告诉村长采花大盗有可能到了自己村中。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采花大盗居然和姐妹花成了好朋友。姐妹花凭借一排榨菜拼盘就把采花大盗灌醉，并且轮番榨取他的剩余价值。等第二天醒来后，采花大盗才发现自己消瘦了一大圈，于是他打起了退堂鼓，要朋友来接应他逃走。他的通话恰好被大美听到，大美心想不能让这个壮劳力逃走，于是大美借着让采花大盗帮他修灯的机会，一脚将板凳踢倒，然后趁机用防狼器将采花大盗电晕。看来从一开始采花大盗就是他们的猎物。等采花大盗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腿已经摔断，姐妹花立马关心的给他递上一袋浓缩枸杞汁，他还想反抗，结果被大美教做人。这下他只能乖乖的把整袋喝完。采花大盗眼中立刻浮现出了一幅画面，喝点汤补补。此时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才是那个被盯上的猎物。村长和大根在路上遇到小美，发现她每天都买许多补品回家，于是就询问她是不是大美身体出了状况。小美只能尴尬一笑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村长和大根觉得这对姐妹花最近变得奇奇怪怪的，打算晚上再去调查。采花大盗见到小美带着补品回来，被吓得蜷缩在沙发后面。可是姐妹花怎么能轻易放过她？很快2大盆补药就端到了她的面前，一副久违的画面又出现在她脑海中。大郎，来吃药。可他还是硬着头皮端起了碗，妹妹还不忘鼓励他。眼看他乖乖喝下补药，姐妹花就开始折磨他。事后采花大盗来到洗手间，发现自己日渐消瘦的样子，决心今晚就要逃出去。于是他趁姐妹花睡着以后就要逃走，可由于腿脚不便，踩到了地上的洗菜盆。熟睡中的小美被吵醒，后果可想而知。次日一早，村长和大根趁姐妹花不在家的机会来调查，发现他们白天拉窗帘的原因居然是家中有个通缉犯。可两人并没有贸然行动，而是回去研究抓捕计划。与此同时，姐妹花也在村长家商店看到了采花大盗的通缉令。姐妹花担心他们窝藏通缉犯的事情败露，就把采花大盗五花大绑。与此同时，做好准备的村长和大根也冲进了房间。姐妹花知道两人肯定发现了藏在家中的采花大盗，于是便先发制人将村长和大根电晕，然后报警恶人先告状，说3人是团伙作案。起初警察还不信村长和大根会做出这件事，可看过两人的聊天记录和偷拍的照片后，就确定了两人是同伙。
3人被抓走以后，姐妹2人又开始寻找新的目标。到这里，影片结束。本片是去年韩国上映的低成本黑色喜剧犯罪片，以荒诞乡村叙事包裹尖锐的社会讽刺，观赏性与思考性兼具。影片以偏僻村庄为舞台，金度妍、金珠恩饰演的姐妹设下欲望迷局，在黑色幽默中撕开人性与欲望的面纱。影片用戏谑外壳承载深刻内核，笑中带丝，是一部有态度、有看点的韩片佳作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